陛下，我在这里！文姬，大胆贱婢，本宫才是名正言顺的皇后，而你低贱的商户女，只配在天牢里待产。不可能，你在骗我！陛下答应过我，只要我倾尽谢家财力助他上位，他会立我为后的。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是皇上的亲笔手谕，下令屠你谢家满门，鸡犬不留。你谢家富可敌国，不杀你爹娘，皇上怎么把谢家的家产据为己有？还有你的宝贝婚书，也是皇上找人伪造的。我不信，我16岁就跟了他，他不能这么对我。16岁就跟男人跑了，还有脸要名分？皇上论旧情，特许这孽种一命，男的充征，女的为婢。裴怀瑾，你屠我满门，杀我双亲，我谢清微若有来生，定要让你血债血偿！我没死。小姐，今日是您和姑爷大喜的日子。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我竟然回到了裴怀瑾用假婚书骗我成亲的这一点。裴怀瑾，我要把你加注在我谢家的痛千倍百倍的还回去。小姐，您这是干什么？半夏，给我换素服。小姐，我想要复仇，想要护住谢家，就绝不能让裴怀瑾篡位为帝。我要嫁太子，民女谢清微，叩见皇上。上一世太子体弱多病，裴怀瑾密谋多年，寻得一名八字极阳的女子送入东宫。没过多久，这当朝太子便薨了。这一世，我要亲手捏碎你的痴心妄想。太子的病症若无转机，你后半辈子便要在东宫守寡。你当真愿意嫁过去冲喜？陛下有所不知，民女曾与太子殿下有过一面之缘，自那时起，民女便对太子心生爱慕。今生若是有幸能伺候太子殿下，是民女的福气。你出身商贾，按祖制做太子正妃。民女不求排场，只求能陪在太子身边，为殿下祈福挡灾。皇上，臣推演星象，必须寻一八字极阳的女子冲喜，方能保全太子无虞。这位谢家女的生辰八字完全契合啊！罢了，婚期定在下月15，内务府全权操办，你安心待嫁即可。大婚之前，朕会下令封口，无人会知道太子妃是谁。民女领旨谢恩。太子妃之位近在眼前，待我入东宫，便是我向她复仇的开端。燕王，上一是我的夫君，这一是我的仇人。夫人，你去哪儿了？一整日没见你人影，派出去的人也没找着，还以为你回扬州了。夫君说什么呢？我特意从扬州来找你，怎么会突然回去？只是在府里闷得慌，出门转了转。你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跟你说奇怪的话？没有啊，夫君这话何意？京城最近不太安生，你性子单纯，容易被骗，还是少出门为好。就算要出门，也得跟我说一声，我派人护着你才放心。护着？分明是盯着我谢家的金山银山，没了这些钱财，你拿什么收买人心？知道了，都听夫君的。听下人说你把婚服给烧了，难道你不想跟我成婚了？听下人说你把婚服给烧了，又是怎么回事？微微今日的举动与上一世大不相同，难不成？难道你不想和我成婚了？微微，裴怀瑾向来生性多疑，我不能让他看出来破绽。我们是夫妻，有什么话不能跟为夫说？那婚服的绣花我不喜欢，没有3书6礼也就算了，
连婚服你都拿这种次等品糊弄我。夫人不喜欢，重做就是了，又不是什么大事。不过我们婚期将近，夫人可不能这般的任性了。看来是我想多了，他就是耍些女儿家的小脾气吧。青薇，上一世是我负了你，这一世绝不会再让你离开。你先回去，新婚之夜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哦，哎呀，赶紧回去，婚前见面这不合规矩。那我就等着夫人的惊喜了。小姐，小姐，你可回来了，担心死奴婢了。我没事。小姐，你为什么要去接皇榜啊？你不是要跟怀瑾公子成婚了吗？他可不是什么商贾之子，是当朝的六皇子，燕王殿下。燕王殿下早就娶了王妃，那小姐你……不错，她满嘴谎言，断不能嫁。至于嫁给太子，我自有打算。若被查出已有婚约，那可是欺君之罪啊！怕什么？这婚书和那怀瑾公子一样，都是假的。半夏，你去收拾包袱，现在外面全是他的眼线，我们得找个理由出去。我要立刻传谢婚扬州，告诉你裴怀瑾此人狼子野心，立刻切断谢家与他所有的天来往来。这一世崎岖。王妃，别院那边传来消息。好啊！我说王爷怎么半个月连我的院子都不踏进半步，原来是在外面养了狐狸精。走，叫上家丁，跟我去城南别院。是。前世裴怀瑾千方百计地阻止燕王妃知道我的存在，这一世我偏不让她如愿。大胆奴才！燕王妃驾到，还不让开！砸！给我把门砸开！今天我非打死那个不要脸的奸人！王妃息怒，殿下吩咐过任何人不得入内，请王妃不要让属下为难。今天谁来也顾不住这个贱人！小姐这招真是高明。嘘，别打草惊蛇，咱们快走。殿下，王妃带了10几个家丁护院去了城南别院。什么？王妃怎么会知道？快去城南别院！你们岂敢拦本王妃？还不让开！王爷，你怎么来了？谁准你来这里的？你敢打我？你在外面养外室，你把他押回府，禁足，不允许他踏出房门半步。放开我！薇薇，你在吗？薇薇，关于外面那个女人，我可以解释的。薇薇，你再不开门，我就要闯进去了。薇薇，我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们就要成婚了，你不要误会我。人呢？谢清薇，谁准你离开的？来人，给我查！把京城翻个底朝天，也得把薇薇给我找回来。裴怀瑾，你就算掘地3尺也不可能找到我，因为我即将嫁给你最厌恶的太子，成为你的皇嫂。太子，过了今日的大婚冲喜，你的身子定能大好。太医开的补药可有按时服用？回父皇，儿臣一直按时服药，
今日只觉精神百倍，定不负父皇恩典。上一世陪我有着病秧子早早就病死了，太子大婚冲喜的时间也不对，到底是从哪一步开始？一切全乱了。回殿下，京城里咱们的人都搜遍了，还是没找到。加派人手，继续找，务必给我找到。吉时已到，迎太子妃入殿。这个身段，还有这走路的姿态，微微，绝对不可能，他怎么会在这里？老六，大庭广众之下，你这般失魂落魄的冲撞太子妃，成何体统？父皇恕罪。父皇恕罪，儿臣吃多了酒，一时头晕眼花。哼，退回你的座位上去。裴怀瑾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不低，看来这点刺激还不够。不对，应该是我看错了。上一世微微和太子并没有瓜葛，怎么会成为太子妃呢？一拜天地。真的是他，谢清微。上一世他分明跟太子没有关系，为什么会成为太子妃？不行，我不能冲动。父皇已经无路，如今现在才合适。多年在朝堂的筹谋必将毁于一旦。裴怀瑾，你果然还是这般自私切腹，在你心里，终究是皇位和权势最重。既然你不肯彻底发疯，那我就再添一把火。殿下当心身体，臣妾扶您站稳，莫要让父皇担心了。微微出身商贾，不可能是太子妃，也许是声音像而已。若她真的是太子妃，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她也出生了。往后你便是东宫太子妃，东宫一切内务皆由你做主。是，儿臣定不会辜负父皇嘱托。小七，你今日可瞧见太子妃的模样了？阎王殿下，下官听闻这太子妃是民间的一个商户女，京城里都传说这商户女样貌极为粗鄙，可不是嘛？这太子妃长得丑陋，只是八字合了冲喜的要求才被选进宫的。太子殿下那般风姿，娶这么个妻子，真是可惜了。你们胡说！皇嫂一点都不丑，她长得可漂亮了。要不是嫁给了太子皇兄，等我成年，肯定求父皇把她赐给我做王妃。齐殿下，你倒是说说，太子妃娘娘怎么个美法？皇嫂肌肤胜雪，貌比西施，那模样比雨中的海棠花还要绝艳，俊的就像从画里走出的仙子。小七，皇嫂是哪家小姐啊？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京城哪家小姐有这般绝色？皇嫂不是京城人，父皇怕有人知道了冲撞太子皇兄，太子妃的身份瞒的是密不透风的。上一世太子妃明明是我的恋人，怎么这一世凭空冒出来个商户女？不行，我一定要查清楚太子妃身份。我越早得知，就越早能和微微在一起。六皇兄，你平时沉默寡言的，今天怎么这么关心太子妃？我只是关心太子的身体罢了。太子妃来历不明，我担心。原来如此，我听太子妃的口音像是扬州人，或许可以。扬州人？你确定？确定。我母妃就是扬州人。扬州人，神国出身，难道太子妃真的是谢清微？哎，怎么了？殿下，城门口的暗线回话了，没有谢姑娘出城的记录。殿下，您去哪儿啊？去东宫。
臣妾见过太子殿下。免礼。殿下，您身子不适，这合卺酒便罢了。反正姑也活不了多久了，戒与不戒，又有什么区别？还未到最后一刻，殿下怎能自暴自弃？说不定我真能给殿下冲洗，让殿下的身子好起来。姑没想到你竟是这般开朗。你可知大魏祖制？依据祖宗礼法，若姑死后你无所出，便要为姑陪葬。殿下快呸呸呸！你是千岁，您是不会死的。臣妾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这黎民苍生。您要是去了，这皇位可就落在小人手里了。此话怎讲？快拦住他！这里是东宫重地。燕王殿下，此乃东宫重地，今日太子殿下大婚，您持剑擅闯，是要造反吗？滚开！谢青薇，阿六，你放肆！这是姑的新房，你发什么疯？皇兄息怒，臣弟在前面多饮了几杯，醉得厉害。臣弟只是好奇，想来一睹太子妃的真容。滚出去！东宫岂是你撒酒疯的地方？皇兄，臣弟今日若看不清太子妃的样貌，绝不踏出这扇门半步。裴怀瑾，既然你非要找死，我就成全你。燕王殿下好大的规矩，太子仁厚，不愿与你一个醉汉计较。但这大魏的祖宗法度还在，惊扰储君大婚者，按律当自废双手谢罪。殿下既然执意要看，不知可愿当场献出双手，来换看本宫一眼？自废双手，我若成了废人，还拿什么争夺这天下？他性格温婉，连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绝对不可能对我如此绝情。里面的人一定不是他，是我认错人了。这臣弟唐突了，臣弟这就告退。你以水代酒，可是刚才听了祖宗陪葬的规矩，怕姑真的死了，连累你殉葬。你放心，姑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死前姑定给你留一纸休书，和一笔足够你安身立命的银两。到时候你拿着钱出宫，去过安稳的余生吧。在这吃人的皇宫里，他竟是唯一一个真心替我重谋活路的人。夜深了，可以歇息吧。主子，属下带人找遍了城门和各大客栈，还是没找到谢姑娘的动向。半夏，谢清辉的贴身丫鬟怎么会在这里？里面的太子妃真的是微微？微微，不会让她碰你的。不管前世今生，全是属于我的。立刻去兵部敲响登闻鼓，就说边关800里加急，我要裴无忧现在就滚出东宫。遵命。殿下当心身体，不知可愿当场献出双手，来换看本宫一眼？原来如此，微微，你是在生我的气啊！他一定是知道我娶了丞相之女陆羽堂，所以在跟我赌气，竟然跑去给裴无忧那个短命鬼冲洗，以此来报复我。
微微啊，微微，你真是个傻女人。难道不知我需要借助陆家的势力才能登基吗？陆羽堂不过是个摆设。等我坐上皇位，皇后的位置依然是你的。这一世，我一定不会再让你伤心了。裴无忧中毒已久，活不了几天了。等你成了寡妇，解了气，还不是要乖乖回到我身边？明日宗亲觐见，我们很快就会再见了。燕王殿下，让开！微微，气撒够了吗？撒够了就跟我回去。燕王殿下，请叫我皇嫂。这里没有外人，何必再装？我知道你气我娶了陆羽堂，但那只是权宜之计。只要裴无忧一死，我登基为帝，定会风风光光迎你做皇后。哼，你又何必作践自己，嫁给一个快死的病秧子？放开他！燕王在宫中公然拉扯太子妃，规矩学到哪里去了？臣弟只是在此偶遇谢皇嫂询问几句。皇兄常年服药，身体虚弱，切莫为了这点小事动怒，伤了根本。孤的身体与燕王无关。谢清微，你以为嫁给太子我就没有办法了吗？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这辈子只能是我一个人的。微微，你这气性也太大了。既然你非要守着那个快死的病秧子来气我，那我就帮他早点解脱。这是西域的慢性断阳散，无色无味，拿去给东宫的奉茶太监，他知道怎么做。属下遵命。殿下，该喝安神汤了。这刺青是裴怀瑾的死尸，这汤里有毒。殿下别喝！殿下赎罪，奴才不知太子妃突然冲过来，奴才再给您盛一碗。拖下去，交给安维莹，撬开他的嘴。禀太子、太子妃，燕王府送来请柬，明日是燕王妃生辰，邀太子妃过府一叙。怎么样？前脚刚在汤里下毒，后脚请柬就到了。燕王府如今是龙潭虎穴，你若是不想去，姑给你推了便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燕王急着找死，这鸿门宴，臣妾去送他一程。密室里挂着的全都是太子妃的画像。哼，太子妃有一个养在别院的贱人还不够，现在又去招惹太子妃，咱们王爷还真是多情啊！王妃，别人那个也就算了，这位可是太子妃。太子妃怎么了？就太子那病病歪歪的样，指不定哪天就……
他既然敢勾引王爷，那就别怪本妃不客气了。这是西域的烈性迷药，明日生辰宴加进太子妃的茶里。本王妃倒要看看，当着全京城诰命夫人的面，这位冰清玉洁的太子妃能做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丑事。王爷，属下查实，王妃打算在宴席上给太子妃下药，并安排了人手在后园偏房等候，准备当众捉奸。不用做了，把王妃安排在偏房的人全部撤走，偏房周围20丈内不许留任何活人。遵命。皇嫂能来，蓬荜生辉。这杯茶是王爷特意从云南寻来的贡品，雨堂特意给皇嫂备的。太子妃4时不胜酒力，奴婢扶您去后院休息。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作曲，本宫就让你们尝尝作茧自缚的滋味。这是催发迷药的药引，微微，很快你就是我的人了。太子妃，这么喜欢下药，那就自己尝尝吧。是大白天的，后院怎么传出这种污言秽语的声音？听着动静可是激烈的很，连门板都要撞碎了。莫不是府上哪个胆大的奴才，竟敢在主子生辰宴上白日宣淫，真是好生无耻！不好，刚才太子妃不胜酒力，便是去了那边的偏房歇息。王妃的意思是，里面那不知廉耻的女人，难道是太子妃？真的？休得胡言！太子妃身份尊贵，定是遭了狂徒算计。天子脚下，燕王府内，岂容宵小放肆？来人，随本王妃去救人拿贼！光天化日，竟敢在王府秽乱皇家清誉！来人，给本王妃把门砸开，营救太子妃！先把床榻围起来，绝不能让那狂徒跑。王爷，怎么是你？天哪，这是在做什么？微微，我是清白的，是有人下药陷害我。王妃饶命！奴婢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太子妃，都是她陷害奴婢的。自己做出这等丢脸的事，还敢攀咬太子妃？燕王府这是什么规矩？这贱婢竟敢暗下迷药，混乱王府！来人，给我拉出来，就地杖毙！闭嘴！放开我！闭嘴！闭嘴！
燕王妃这招贼喊捉贼，真是让本宫大开眼界。这王府的闹剧，本宫看够了，回宫。姑听说你在燕王府当众打杀了陆羽堂的贴身丫鬟，有没有伤到自己？那群燕王府的侍卫可有对你放肆？殿下放心，我连指甲都没断一根，不过是替半夏讨回一点利息，让人当场用乱棍打死了那名叫翠儿的刁奴。燕王府的闹剧看够了，我就回来了。下次这种脏了手的事，让顾德安维去办。前世今生，他们欠我的，我必须亲手一笔笔讨回来。别再一个人涉险。蠢货！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不仅没算计到他，反而让他在燕王府当众杀人立威，本王的脸都被你丢尽了。王爷，你打我！明明是谢清微那个贱人欺人太甚，他当着我的面杀我的人，你不仅不帮我，还怪我！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贱人？你给我闭嘴！若不是你自作聪明，还能借题发挥。前世的谢清微连踩死一只蚂蚁都不忍心，对我更是百依百顺。可他刚才看我的眼神，这根本不对。姑母，谢清微简直欺人太甚！他不仅仗势当众打杀我的丫鬟，竟还将这绣着王爷私印的贴手手帕塞给王爷，企图秽乱宫闱。私相授受，秽乱宫闱，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姑母，明日就是皇家家宴，您一定要替雨堂做主，当众匹夺他的太子妃之位，让他下大狱。蠢货，他现在可是上了皇家御蝶的东宫正妃，私下动他只会落太子口实。明日太和殿家宴，皇亲国戚皆在，本宫要当众甩出这方帕子。本宫倒要看看众目睽睽之下，太子拿什么保一个水性杨花的贱人。安县来报，陆羽堂已经把那方假手帕交给了长公主，他们打算在明日家宴上发难，将你彻底钉死在耻辱柱上。那他恐怕要失望了。扬州那个替陆羽堂伪造手帕的绣娘，1个时辰前已经被谢家的商队秘密押进了京城地窖。古今几日旧疾又犯了险，太医说尽量少走动。明日家宴，姑尽量到场。万一晚些，你在席上先应付着。殿下身子要紧，不必勉强。宴会上无非推杯换盏，我应付得来。哟，太子妃这身凤冠霞帔真是耀眼。只可惜飞上枝头的野鸡终究不是凤凰，
过了今晚，不知你还有没有命穿这身衣服？燕王妃若是眼疾犯了，就去治。本宫能不能穿这身衣服，轮不到你一个亲王。皇嫂，长公主手里握着什么，你我都清楚，那可是杀头的死罪。你现在若是肯向我低头服软，待会儿在大殿上，本王或许还能替你求求情，保你一条命。燕王殿下什么时候学会关心皇嫂呢？是你的戏路越来越宽了，还是觉得本宫好糊弄？恕不奉陪。来，长公主驾到！太子妃，你给本宫跪下！你这不知廉耻的毒妇，拿着绣了燕王私印的贴身物件私相授受，毁乱宫闱的铁证在此，你还有什么话可说？臣妾不知身犯何罪，请长公主明示。这方手帕是太子妃出嫁前遗落的贴身之物，上面却绣着燕王殿下的私印。长公主殿下，臣妾要告发谢清微婚前失贞，秽乱后宫，罪不容诛。出事！铁证如山，来人，即刻剥夺谢清微太子妃之位，押入大牢，给本宫动用大刑严加审问。燕王殿下，你的王妃公然污蔑你我亲王，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吗？长公主息怒，这信物上的私印确实是侄儿的，是去岁皇嫂上香途经山路时遗落在草丛中，被我偷偷拾取4颗印记。这一切全是我一厢情愿，求长公主只惩罚侄儿一人。姑母别听他狡辩，若真是单相思，谁会将带有男子私印的帕子贴身携带？这分明是两人幽会的信物。燕王殿下看似揽罪，实则是将私相授受的罪名彻底定死在本宫身上。你说你单相思拾取旧物，那你倒是说说，帕子上的绣线为何是京城独有的冰蚕丝？本宫出阁前远在扬州，如何能持有京城绣线所制之物？是我偷偷找人绣的。皇嫂，你打我骂我都好，不要再激怒长公主了。好一招以退为进，用痴情做绳索，将我彻底逼入死地。我如今没有实证在手，仅凭一具冰蚕丝无法扭转局面。够了！来人，给本宫打！就在这太和殿上，用廷杖往死里打！姑看谁敢！交给我。无忧，你不是旧疾发作，怎得此时赶来？又怎可在殿前动怒？姑母既说铁证如山，不如也看看姑手里的证据。姑方才接到暗线急报，查明了这方手帕的真正来历。姑已经派人拿下了扬州绣坊的掌柜。燕王妃花了1000两白银，买通扬州绣坊伪造燕王私印，绣坊老板的账本，王妃心腹签下的收据，绣坊伙计亲笔画押的供证，白纸黑字俱在此处。不是这样的，长公主殿下，这证据不是臣妾伪造的，太子太在说谎。长公主殿下，燕王妃罔顾宫规以下犯上，公然冒犯储君，该当何罪？你个贱人，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宫规森严，请长公主明断。燕王妃罪犯储君，张嘴20，以示惩戒。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
燕王前日刚在王妃生辰宴上饥不择食，今日又跑来攀咬孤的正妃，莫不是得了失心疯？燕王殿下，这方手帕既然是你私藏的念想，不如今日就当着长公主的面，一口一口的把它咽下去，本宫既往不咎。燕王殿下可要想清楚了，你今日若是不吞，便是承认这手帕是伪造的，当众犯下欺君之罪；你若是吞了，便是当着皇室宗亲的面咽下这脏东西，坐实了你觊觎皇嫂的变态行径。够了！堂堂亲王在大殿之上吞食赃物，皇家颜面还要不要了？燕王府即日起封府1月，任何人不得进出。燕王妃构陷储君正妃，罚俸1年。近日宫中戾气极重，明日护国寺将开启皇家大佛会，太子与太子妃随本宫一同前往，在佛前诵经祈福。殿下，你带兵强行赶来，又在殿上动怒，催动了体内的剧毒。孤无碍，只是接到暗线急报，说你准备的绣娘遭裴怀瑾暗杀，孤若晚到一步。裴无忧，我有事瞒你。其实没关系，想说了再说。前世我把真心错付给了畜生，这一世出来吧，躲躲藏藏的像什么样子？姑母恕罪，侄儿本该避府思过，但听闻护国寺山路崎岖，侄儿担心姑母身体，还请姑母宽恕。本宫听闻这护国寺的佛祖最是灵验，就好好在这里静心思过。姑母说的是，佛祖不仅看人心，更看因果。作恶多端的人，即便烧再多香，也挡不住报应临头。他居然来了，看来神医还在护国寺。山路崎岖，青薇，你若是累了，本王这就命人抬软轿送你去禅房。老六，孤的太子妃，孤自会照看。你若是闲得没事做，不如去大殿跪满3000遍经文，为父皇祈福。裴无忧，这病入膏肓的废人，还能护他多久？这一世不仅要你的命，还要青薇心甘情愿的回到我身边。后山那个姓林的草包神医，是世上唯一能解太子之毒的人。记住，本王不要他死，我要你们先打断他的腿，把他囚禁起来。等裴无忧毒发垂死之际，本王要用这神医的命去和谢青薇换一世情缘。属下领命。但这几日太子妃似乎也在派人打听后山的消息。太子妃，他怎么会知道神医的事？难道他也是重生了？夜深路重，皇嫂不在禅房侍寝，孤身跑来这荒山野岭做什么？燕王不在佛堂思过，跑到后山做什么？微微，你明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燕王殿下想申冤，怕是找错人了，让开。你直奔后山，可是为了寻找隐居在此的神医。是又如何？本宫的事与你何干？神医隐居在此的事，连父皇都不知道。你一个扬州商户女，怎么会未卜先知？除非你早就经历过这一切，你也带着前世的记忆，对不对？他果然也是重生。燕王殿下这几天是被长公主吓出癔症了吗？动宫的暗卫网遍布天下，查出一个大夫的行踪有何稀奇？皇嫂掩饰的真好。大雪封山，你为了给我求药，在这后山跪了整整3天。你的膝盖落下了严重的病根，阴雨天便痛不欲生。今夜风寒，你敢说你的膝盖不痛？燕王殿下，
我生在扬州，长在扬州，连大雪都没见过几回。你若是病得不轻，不如早点回府请太医。前面是谁？长公主有令，护国寺大佛会期间，后山入夜进行，立刻查探。燕王殿下，长公主的侍卫转瞬就到，你若是再不让开，我现在就砍断刺客。意图谋害储君正妃，这罪名殿下担得起吗？看来真的是我多虑了，她不过是裴无忧手里一颗听话的棋子。皇嫂请。主子，就这么放太子妃去见神医了？万一太子真的得救，神医性格古怪，我们直接去抓。万一他宁死不屈，反而断了裴无忧的生路，让他去求。等他把神医请出来，你们就在下山的必经之路时劫走。裴无忧得到解药，必死无疑。属下领命。皇嫂，裴无忧已经是强弩之末，太医都束手无策，没有这个神医，他绝对熬不过今晚。燕王带着死士拦截当朝太子妃，是想造反吗？微微，你何必跟着一个将死之人陪葬？只要你肯低头，回到我身边，把神医留下，我可以当今晚什么都没发生过，以后我照样保你一世荣华。燕王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你真以为殿下病入膏肓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裴无忧，你不是吐血昏迷了吗？你耍我！做戏做全套，不让燕王以为孤快死了，你怎么会露出狐狸尾巴？裴怀瑾，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大胆狂徒，竟敢在护国寺撕掉死士，给本宫拿下！做梦！姑母，侄儿听闻后山有异动，特来查探，正遭遇这群不明身份的刺客伏击，还好太子和太子妃没事，不然侄儿万死难辞其手。既然燕王受了伤，来人，送燕王回禅院，严加看管。好一个断尾求生，为了自保，连自己最得力的心腹都能毫不犹豫的宰了。裴怀瑾，你这冷血的毛病真是一点没变。老夫隐居在此，还是被你们这些权贵惊扰了。不过，今日算老夫欠你们一个人情。殿下，胡闹！饥寒态度入骨，内力几近干涸，竟然还在逞强，全凭一口气撑着。换做旁人，早断气了。神医，求您救他！殿下，你怎么这么傻？殿下明知自己毒入心脉，为何还要拿命去赌？若是刚才神医救不回来，您让东宫上下如何自处？要将我置于何地？姑若不狠一点做这个局，怎么能彻底打消燕王的疑心？又怎么能护得住你？吐血昏迷是假，引君入瓮是真。好一个裴无忧，你真是让本王刮目相看！主子，太子身边的那个老头已经查实是失踪多年的药蛊神医，有他在，太子的胎毒恐怕能解。我们要不要去查那神医的软肋？查过了，神医的儿子儿媳带着一个小孙女，就隐居在山下的南溪镇。派人去南溪镇把他的儿子儿媳杀了，小孙女活着带回来。本王要拿捏他的命脉，让他亲手送裴无忧上路。
全都不对。他怎么会知道我会出现在哪里，还提前设下埋伏？谢清微，你也是重活一次的，对不对？带着前世的记忆，所以你要报复我？不，不信。说你真的记得一切，我就不信你一点破绽都不露。前世也是这样的大雨天，家破人亡的圣旨送到，我跪在雨里求他，却只换来一只假婚书。在想什么？脸色这么长。看这雨下的大，觉得有些寒意。殿下休息，我去偏房看看神医的药熬得如何了。燕王殿下，长公主不是下令将你严加看管了吗？区区几个侍卫而已，还能拦得住本王吗？微微，这里没有外人，你还要跟我装到什么时候？你没有前世的记忆，为何能处处抢占先机？是不是因为我这一世来晚了一步，让你受了委屈，你才负气选择了裴无妖？燕王伤了手臂，连脑子也糊涂了，请让开。微微，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一段属于我们的前世，在梦里，我登基为帝，本想立你为后，可陆家手握重兵，逼着我对谢家下了杀手。微微，你以为是我害了你，其实都是误会，我是真心爱你的。哼，燕王殿下的梦很精彩，你相信我了？不管那是梦还是真实发生过，既然在你的梦里，你纵容别人杀了我全家，那么伤害就已经造成了。如果那个梦是真的，不论原因如何，我们之间就是血海深仇。谁杀了我父母，我绝不会放过。我还要回去陪伴太子。谢清微，既然你不肯回头，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裴无忧，回京之日便是你的死期。毒血逆流，生气将断，想必是太医院所有的药都已经失效了。娘娘明鉴，殿下体内的太毒突然彻底失控。微臣若用猛药，殿下立刻五脏焚烧；若用良药，毒血瞬间结冰。这毒根本无药可医。解释的话不必多说，我只要一个最坏的底线，他还能撑多久？毒气已逼近心脉，殿下绝对熬不过今晚子时了。都退下。去西厢客房，把神医立刻请过来。娘娘，那老头刚才收到一个带血的包裹后，就疯疯癫癫的，见谁骂谁。微臣怕他一发疯，冲撞了殿下呀！殿下命都快没了，还怕什么冲撞？还不快去！老匹夫，立刻开枪救殿下，否则我现在就活拐了你！哎，动手！找死！死！全家早被你们这群皇家畜生害死了，因为在护国寺救了太子，暴露了行踪。我那在南溪镇的儿子儿媳，昨日被杀手当街砍死。我那刚满5岁的小孙女被他们抓走，只送来这一只带血的血。你们都是害我家人的帮凶！老夫今天若是救他，死后有何脸面去见我儿子儿媳的冤魂？老夫就在这看着他死。裴怀瑾带着前世的记忆，我早该想到他绝不会跟东宫硬碰硬。他算准了裴无忧毒发的日子，提前按下毒手，掳走神医至亲。把刀放下。娘娘，这老头疯魔了，他根本不打算救殿下。你给我退下。梁先生，你没事吧？南溪镇的血案，我深感痛心，但您恨错了人。天下乌鸦一般黑，皇家的狗咬狗，难道还有无辜的？
你们东宫的命是命，我一家老小的命就不是命。当年下令屠镇，用百姓做诱饵的不是东宫，是如今权倾朝野的燕王。杀你儿子、掳走你孙女的也是他。你少拿这些话来诓骗老夫！你是太子妃，自然要把脏水往正敌身上泼。我与他无冤无仇，他杀我全家图什么？图什么？图把那些见不得光的人命当做他往上爬的垫脚石。他所谓的仁义，全是用无辜者的白骨堆出来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十里坡的暗牢，就是你们这群不识抬举之人的归宿。燕王在城外十里坡有一处用来藏匿死士和人质的地下暗牢，你的孙女必定就被关在那里。我若是救了太子，他绝对会撕票的。太子今晚若是死了，明天一早，图你满门的燕王就会入主东宫。您难道想用太子的死给您真正的仇人铺路吗？那我孙女怎么办？只要救活太子，我会派人踏平燕王的死事业，把您孙女全虚全影的接回来。好，我救太子。烈酒、滚水，闲杂人等全给老夫滚出去！按住殿下，毒素反扑极强，殿下会因剧痛产生痉挛。裴无恙，你给我睁开眼！燕王就等着你死，你要把这大魏江山拱手相让。你若今天认了输，你半生心血便全成了别人的踏脚石。毒血暂时压制住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针定命针。老东西，燕王殿下有令，你若是敢救活太子，你那5岁的小孙女今晚就会没命。沈姨，你的孙女我已经派人去救了，你还有什么顾虑？相信我。我尽力了。殿下，你醒醒！那个老东西到底还是怕了，裴无忧死了！恭喜王爷，传本王将令，点击府内精锐禁军，立刻包围东宫。王爷，太子已死，我们为何还要兴师动众？本王这是去救驾，太子遇刺身亡，本王带兵冲进东宫，诛杀行刺的神医，对证，然后把清微接回本王身边。毒血排尽了，殿下性命无忧了。殿下刚醒，切莫妄动。你瘦了，看来殿下身子是真的好了，还有心思嫌弃妾身了。没有嫌弃，我是心疼。多亏了神医，是神医妙手回春。多谢神医，此次救命之恩，孤必定。行了，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能救回来我的小孙女。神医放心，东宫的暗卫已经赶过去了。你裙子脏了，先去换了吧。我这里有神医看着，不碍事。前世裴怀瑾为了夺权做了万全的准备，在城郊秘密建造地牢。这地牢的入口就在郊外的山洞里。
待东宫暗卫从暗道潜入，把神医的孙女救出来，不许惊动任何人，截杀所有飞出丝牢的信鸽。娘娘，燕王打着救驾的旗号，带着大批禁军砸开了东宫大门，朕王请殿杀来。来得真快，殿下歇息，外面的事我来处理。将士们，随我救驾，揪出刺客，就地正法。燕王殿下深夜带兵闯入东宫，口口声声喊着救驾，不知是要救谁的驾？皇嫂，臣弟听闻有刺客混入东宫，谋害了皇兄。这太监莫不是刺客的同党？燕王消息真是灵通，不过你的这枚棋子传回去的消息似乎不太准。定是这江湖骗子毒害了太子。来人，把他拿下！老匹夫，你若是不如实招来，受何人指使，你南溪镇的小孙女立刻就会身首异处。燕王殿下，老夫的孙女就不劳您费心了。把人带上来。爷爷，不可能！别庄明明有重兵把守，你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无声无息地把人救出来？你真以为你的那点手段能瞒天过海吗？老六，你真是让姑大开眼界。擅闯东宫屠戮无辜，还敢在东宫大放厥词，姑定要禀明父皇，治你谋逆之罪。皇上驾到！无忧，你终于大好了。太医院那群废物束手无策，看来朕为你选的谢家丫头是个有福气的。父皇，儿臣能行全靠神医，只可惜有人不希望儿臣活过今晚，请父皇过目。老六，你自己看。父皇明鉴，儿臣傍晚发现府中一印信丢失，一路追查，才发现是小顺子偷了印信来东宫作乱。儿臣怕皇兄有事，这才急忙带兵赶来。燕王殿下这番话，将自己撇得真是干净。长命锁昨夜还在城外别庄，今夜就到了东宫内应手里。一个偷印信的奴才，能有这么大的能耐调动禁军，还能精准算准殿下破门的时间。皇嫂，臣弟不知这奴才受了谁的指使，臣弟带兵撞门，那是救人心切。父皇，神医的孙女在燕王别庄被救出，暗卫已将看守别庄的活口压在宫外，随时可以对质。裴无忧行事手段变得如此凌厉，若今晚真把老六治罪，朝堂上便再无人能牵制太子。好一个包藏祸心、挑拨皇室兄弟的狗奴才！来人，把这刁奴拖下去，立刻杖毙！父皇，此人是重要人证。无忧，刁奴已经伏法，你大病初愈，最需要的是静养，而不是大动干戈。你弟弟虽然行事冲动鲁莽，但也是中了恶人的连环计。兄弟戏强，岂不让天下人耻笑？好一个兄弟戏强！前世裴怀瑾造反屠杀东宫时，怎么不见皇上讲骨肉亲情？老六，你御下不严，发疯1年。太子大病初愈，你常来东宫走动，替你皇兄分忧。儿臣知罪，多谢父皇隆恩。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在，父皇竟然轻描淡写的接过，甚至让他常来东宫分忧，这分明是在纵容燕王。姑这位父皇精通帝王平衡术，他怕姑病好之后权势过剩，所以留着老六这把刀悬在姑的头顶，制衡东宫。父皇今日的偏袒没有底线，既然他想护着裴怀瑾，想看我们互相倾轧，那我就把这盘棋彻底掀翻。前世裴怀瑾靠着吞并我谢家的商铺和银钱，
大肆笼络朝臣。这一时，他既然想来东宫分忧，我便让他连燕王府的大门都走不出去。半夏，传信给扬州总号，立刻切断京城所有燕王名下钱庄的资金拆借，同时放出风声，就说燕王府亏空拿不出银子，明日一早派人带头去他的钱庄挤兑提现。还有他在黑市囤的那批劣质官盐，把底价砸穿，全部抛售，我要让他一文钱都拿不到。你切断他的财路，他必定狗急跳墙，找朝中那些依附他的官员借钱填补亏空。我就是要他去借，等雪球滚到填不上的时候，那些拿不到钱的官员就是第一批反咬他的人。裴怀瑾，你欠我一笔一笔的收回来。王爷息怒，王爷息怒啊！谢家不仅撤走了全部拆借资金，还带头放出风声，说燕王府内部亏空。现在外头围满了挤兑现银的百姓，咱们囤在黑市的那批粗银也被谢家拿底价彻底砸穿了。谢家，谢清微，好一个谢清微！裴怀瑾，你都做了什么？顺天府的人今天一早冲进我娘家，把我的裴家铺子全部查封了。谁让你来的？滚回去！现在没空听你在这大呼小叫。你让我滚？裴怀瑾，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把我的嫁妆和钟馗的银子全都拿去填了外面那些狐妹子的无底洞？如今府里连下人的月银都发不出，逼得我堂堂正宫王妃去变卖首饰。你身为皇室亲王，还有何颜面立足于朝堂？疯妇，滚出去！本王没空陪你闹。秦薇，今日老六上朝，可是给满朝文武演了一出绝佳的好戏。哦，殿下大病初愈，怎么也有兴致看戏了？老六今日是顶着额头上一道极深的血印子站在大殿上的，伤口连药布都没包住，还在往外渗血。血印子，看来燕王妃也是个性情中人。御史台那帮言官向来闻风而动，笔锋比刀子还利，今早足足上了10几道折子，弹劾他宠妾灭妻，有辱斯文。父皇在龙椅上气得直接把砚台砸在了老六的脚下，当着百官的面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狗咬狗的戏码，倒是省了我们亲自动手。姑发现，只要老六倒霉，你就会发自内心的感到开心。殿下觉得我不该开心吗？殿下娘娘，神医带着小草来谢恩了，说要给殿下请平安脉。快请老先生进来。老先生免礼，孤能捡回这条命，全靠先生。草民今日来请脉，有一件关乎殿下生死的大事。殿下体内的寒火噬心散已解，但在排出的毒血中，草民发现殿下体内还蛰伏着另一种极其隐秘的慢性毒。神医，到底是什么慢性毒？此毒名为枯骨欢，乃是西域100年难遇的秘药。它不会立刻要人性命，而是一点点熬干人的气血，最后让人枯槁而死。此毒在殿下体内蛰伏，至少已有5年之久，而且此毒的原料极其罕见，只有大内深宫的最高规格贡品中才有可能掺入。5年前你刚刚挂帅，平定北疆叛乱，凯旋回朝。这5年来，你的所有饮食起居皆由内务府直接打理，
能神不知鬼不觉给你下毒，还让你毫无防备的，只有天家无父子，故人诚不欺我。孤13岁上战场，为大魏江山出生入死，军功加身，华陵功高震主，谋权篡位，终究还是等不及要亲手杀了孤。青薇，父皇容不下孤，老六踩着孤的血往上爬。孤若反，便是不忠不孝；孤若不反，这天下落到他们手里，苦的是万千百姓。你敢跟我走这条路吗？殿下要走，我便跟着。圣旨到！来得真快。传陛下口谕，听闻太子抱恙，病情反复，陛下甚是担忧，特召太子妃谢氏即刻孤身入宫觐见，不得有误。臣妾遵旨。臣妾叩见父皇。青薇啊，快起！太医院说太子病重，你日夜侍疾，辛苦了。照顾殿下是臣妾本分。无忧这孩子越大越不服管教，这几年是越发不爱惜自己身子了。如今他一病，朝局动荡，朕听说他体内的毒发作了。回父皇，臣妾无能，没有照顾好殿下的身子，让他贪凉以致毒发。你是个聪明的孩子，谢家满门19口安分守己，你也不希望谢家因为一个将死的太子，惹上诛九族的谋逆之祸。这是极乐丹，无忧太痛苦了，你帮他解脱。事成之后，谢家加官进爵，你依旧是朕的好儿媳。拿谢家全族的命威胁我，逼我亲手毒杀自己的丈夫，好狠的帝王心术！青薇，父皇是不是把那东西给你了？让开！你别执迷不悟了。父皇已经调遣2000御卫军，暗中包围了谢家。只要你今晚不把这药喂给裴无药，谢家就会满门抄斩。难道重活一世还是改变不了前世的命运吗？青薇，你清醒一点，现在只有我能救你。你现在去把药喂了，等裴无忧没了，我立刻去求父皇，把你赐给我。这是你和谢家唯一的活路。娶我，你也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冒犯到我，就得付出代价。什么意思？裴怀瑾，你的命先留着，这皇权倾覆的大戏才刚刚开始。这般难看，太医，别叫太医，让神医来看看。娘娘体内有苗疆子骨，此骨阴毒，一旦彻底扎根心脉，发作时无药可医。父皇竟敢用这等阴险手段对付我，这就去！陛下别去，御林军也已经围死了谢家，你现在持刀进宫，就是公然造反，反倒给了他废除杀人的由头。难道让孤眼睁睁看着你受着蛊毒之苦吗？殿下不可，你若是去了，便是公然撕破脸。魔骨在父皇手里，他正好以此要挟谢家满门，岂不是正中他的下怀？神医，我曾听闻，这苗疆子骨在尚未彻底扎根前，用施针之法，通过血液渡入另一个体内。可是真有此法？可这法子极其凶险，需将两人的血脉相连，施针逼迫蛊虫游走，稍有不慎，娘娘便会心脉尽碎。孤来替他承受，把蛊毒嘟到孤的身上。不行，你体内的胎毒刚刚拔除，身子承受不住这种反噬。至于人血，
把燕王拖进来。神医，动手。蛊毒已经全部进入燕王体内，阴谋诡计我们玩不过他们，倒不如反其道而行，把事情摆到明面上来。殿下的意思是，父皇要的是名正言顺，那我们就让满朝文武，让天下人都看着，届时他想动国，便要先过这天下悠悠之口。殿下放心，这件事交给我。难道刚才和微微说话都是梦？来人！本王出去这段时间，四处可有异动？王爷，太子妃在午门外敲登闻鼓。什么？绿马！我谢氏一门3代忠良，上不负社稷，下不愧黎民。今夜禁军2000，铁甲为门。敢问陛下，谢家何罪，竟当此祸？太子妃深夜自请下堂，谢家3代忠良，太子妃一直恪守妇道，到底出了什么变故？别想了，你吞了蛊毒，谢家也被禁军包围，你救不了谢家，现在求我，是你唯一的活路。你再敢敲一下，我现在就杀了你！这是在干什么？谢大人，你仔细听他说什么。我谢家世代平庸，毫无建树，臣妾德行有亏，不堪辅佐太子。皇上仁慈，体恤我谢家老弱病残，竟于今夜子时派出2000余灵军，将我谢家府邸严密包围，不准任何人进出。2000余禁军包围谢宅，这分明是抄家的先兆啊！皇恩浩荡，谢家惶恐至极，实在承受不起这般大恩，臣妾唯有自请下堂，以保谢家百口性命，以谢皇上隆恩。皇上，午门外已经聚集了6部尚书9卿和督察院的御史，太子妃的罪基书已经当众念了3遍。那些言官都在干什么？禁军是摆设吗？不知道把他的嘴堵上拉走吗？左都御史带着言官挡在前面，现在百官群情激怒，都在等皇上给个说法。若是强行拿人，恐怕会激起兵变。谢清微竟敢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是在用全天下的悠悠众口来要挟朕。苦心经营多年的人君名声，现在全天下的眼睛都盯着谢家。谢家今夜若是死一个人，朕就是残暴不仁的昏君，手上会重重记下这一笔。传朕旨意，因念其谢家有功，即刻召太子妃入宫觐见。奴才遵旨。
谢清微，你敲响登文谷，引来百官和商户逼供，你好大的胆子！皇上今夜若是屠戮谢家，明日全天下的商行便会罢市，大魏的钱粮立刻断绝。你敢威胁朕？臣妾是在保全皇上的圣明。一旦罢市，军心大乱，史书上便会记下皇上逼死商贾、断绝军粮的罪名。传朕口谕，谢家无罪，让赵胜把2000御林军撤回大营。这，叶清微，朕撤兵了，但你利用百官和百姓逼迫朕，违逆了朕的旨意。臣妾听不懂父皇的意思。既然你不肯乖乖做一条听话的狗，朕就要让你付出背叛的代价。父皇，父皇，清微只是一时糊涂。你给我住嘴！怎么没有发作？谢清微，蛊毒为什么在他身上？什么蛊毒？臣妾从未见过那种东西。来人，传太医！父皇不必传太医了，老六这是作茧自缚。太子，你手里拿的是什么？父皇，这是儿臣刚刚截获的密信和账册。燕王长期利用谢家的对头商号敛财，在京郊秘密招募私兵，囤积生铁打造兵器，意图谋反。中用了！裴怀瑾，你好大的胆子！私造兵器，招募死士，不仅要谋反，你还敢修习巫蛊之术！父皇，我没有，这账册肯定是假的，儿臣是清白的呀！人证物证俱在，还敢狡辩？来人，把这个逆子拖出去，狠狠的打，废除燕王爵位，贬为庶人！父皇，我错了，父皇。裴怀瑾，我的报复才刚刚开始。去，把神像底座的暗格砸开，那里有本王生母留下的江南兵符和200万两银票。只要拿到这些，本王就能逃到江南，东山再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块兵符是本王亲手放进去的，怎么会没有？燕王殿下是在找这个吗？谢清微，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这连父皇都不知道。我做了一个梦，梦里你就是靠着这块兵符在江南起兵，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位。你觉得梦醒之后，我还会把这把刀留给你吗？清微，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把兵符给我，我保证以后后宫只有你一个女人。你要相信我。梦里我就是太过相信你，才会搭上我谢氏全族。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所以你设计嫁给他，就是为了找我复仇。谢清微，你真是好狠的心！挑断他的脚筋，给我拖进赵狱最底层的死牢。不，松手！你们会后悔的。你来干什么？来看我的笑话？来看看大魏最骄傲的燕王梦碎的样子。我不服！明明老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这辈子应该坐拥江山，相伴到老的。为什么你会有以前的记忆？谢清微，是你变了，还是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你？
因为你从来没有变过。你自私、多疑、贪婪，你以为自己手握先机，其实不过是被自己的欲望蒙蔽了双眼。留着你的命，是因为你还有最后一点用处。我这就去把父皇请来，让你们父子见上最后一面。快，从密道出宫，交给禁军王统领，告诉他裴无忧谋反，只要他带兵入宫救驾，朕封他为异姓王。奴才遵旨。父皇，夜深了，这种写血书的把戏太伤人了。臣妾是特意来接父皇去一个地方。去哪儿？赵云。父皇，父皇救我！是谢清威那个贱人害我！你是不是带兵来平叛了？快杀了他们！闭嘴！你这个没用的废物！如果不是你贪功冒进，带死士包围东宫，朕怎么会落到被裴无忧软禁的地步？明明是你暗示我去东宫抢人的，出了事你就把我一脚踢开，让我顶罪！你还敢顶嘴？若不是你，朕还是天下之主，朕今天就亲手掐死你这个逆子！畜生，你疯了！你想让我死？好，那我们就一起下地狱！裴无忧，你以为你父皇是什么好东西？圣母孝贤皇后的死根本不是病逝，是他在安胎药里下了慢性前期毒，他怕你外加病权过重，亲手毒死了你的母亲。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是朕做的又如何？朕是天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外戚干政，任何威胁到皇权的人都得死，他该死！一剑杀了你，太便宜你了，脏了姑的剑！来人，将废帝打入西郊最破败的冷宫，没有姑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探视。逆子，朕是天子，是你的生父，这般对待我，必遭天下人唾骂，遗臭万年。生父，你也配？母后待你情深义重，你却为了一己之私，亲手害死了他。余生就在冷宫里为我母后守灵赎罪。裴无忧，成王败寇，要杀便杀，少在这假惺惺！杀你，太便宜你了。你这一生最看重权势颜面，那我便让你尝尝跌落尘埃，任人践踏是何滋味。打入天牢，那里终年不见天日，数以为半。燕王殿下便在那里慢慢回味你这一场荒唐的春秋大梦里。我谢清威，你这个毒妇，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殿下一直盯着我做什么？如今大局已定，还叫殿下？陛下，还是叫夫君听着顺耳。夫君，
裴无忧，有一件事我一直想问你。我对裴怀瑾的手段了如指掌，甚至步步紧逼。我对他有着莫名的深仇大恨，你一直都看在眼里。可你为何从来都不问我缘由？起初是不必问，你我是先成婚，后才慢慢知心的。那时我连自己明日是生是死都不知道，又凭什么去质问你的过往？可是，青薇，你很好，所以你从前经历过什么，又有什么要紧？退下吧，过来。陛下日理万机，怎么有空来做这等小事？若是让朝堂上那些言官知道，又要写折子骂我红颜祸水了。这江山有一半是你挣来的，论功劳论才干，你都当得起。故敬你重你，与你出身商贾又有何干？当初一道圣旨把你我绑在一处，我只当是权宜，后来才知道是我占了便宜。陛下这话倒是难得的实在。陛下，如今新朝初建，后宫却只有皇后娘娘一人。为了皇家开枝散叶，绵延子嗣，臣等恳请陛下开启选秀，广纳后宫。开枝散叶，绵延子嗣，说的是陛下圣明。陛下圣明。皇后与朕患难与共，如今天家方定，众卿便要朕转身去充盈后宫，这是要朕做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给天下人看。陛下，历代先皇都是3宫6院，这是祖宗规矩呀。祖宗规矩里也没有臣子替君王安排整齐的道理。朕的后宫往后只有皇后一人，谁若再上选秀的折子，朕等当他公务太闲，告老还乡吧。上一世，裴怀瑾登基后，为平衡朝局，将各方势力的女人源源不断接入后宫，对我只有利用与防备。而裴无忧，咱们站在风口里等，方才那些话不必放在心上。我只是在想，你为了我驳了满朝大臣，史书上唠几句话，值得吗？朕争这天下，本就不是为了3宫6院，若连娶谁守谁都做不了主，这皇位坐着又有什么意思？来人，快传太医！皇后怎么回事？是不是最近操持公务太过劳累了？需不需要用药材补补？需要什么你尽管开口。恭喜陛下，娘娘这脉象是喜脉，已经快2个月了。有喜了，故要做父亲了。上一世查出有孕时，我身在冷宫，无人知晓，无人来贺。好。我的孩子，不要！别怕，顾在。我梦见自己怀着身孕，被关在牢里，到处都是血，好冷。顾还在这儿。睡吧，姑陪着你。
陛下，御膳房试过毒，太医一日3次请平安脉，你白日里那么多政务，回来还要守着我用膳，夜里我一翻身你就醒。旁人经手，姑不放心。姑这条命是从毒里捡回来的，亲眼看着，亲手试过，姑才安心。你若是有半点闪失，好，都依你。那扶我出去走走，消消食。把这路扫净，皇后行走之处，不容半点疏漏。无忧，我只是有孕，不是瓷娃娃，没那么娇气。姑怕这江山姑能守，可姑怕护不住你们母子。陛下守得住天下，也守得住我们。娘娘，吉时快到了，今天是您正式封后的大日子，奴婢等会儿给您把这凤袍换上。慢些梳，不着急，这凤冠重得很，戴早了脖子酸。东西放下，你们都退到殿外候着，这里由姑亲自来。青薇，今日走上奈何殿，你便是姑昭告天下的皇后。这最后一书，姑来替你领。青薇，以前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姑从来没敢想自己能有成家立业、安稳度日的一天。外人都以为太子是储君，风光无限，可只有姑知道，先皇立姑为太子，根本不是出于器重。可你活下来了，而且成了天下之主。当所有人把你当成靶子的时候，是你用性命把我护在身后，能陪你从东宫的步步惊心走到如今的君临天下，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分。你不再是那个随时会被当成弃子的太子，你现在有我。对，姑现在有你，是你给了姑一个真正的家。太医说他康健得很，平日里懒怠，今日倒是知道是个大日子，早早就醒了。往后这天下太平，姑与你一同看着。姑答应护你和孩子一世周全。好。今日封后大典，在此之前，姑有一份大礼要送给皇后，宣谢氏族人。草民叩见陛下，叩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谢家忠勇，辅佐有功，特赐谢家为皇商，统领天下商道，世袭罔替。上一世裴怀瑾登基第一天，便是诬陷谢家谋反，满门抄斩。而这一世，我终于保全了整个家族，他们都还活着，完完整整的活在我面前。你说过，家人平安，夫妻和顺，就是你想要的日子。姑记着，往后有他们在，你不会不太。不要，够了，这样就够了。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这万里江山，盛世繁华，姑与你，还有我们的家人，生生世世，永不分离。生死契阔，与子成悦。